今日啊，郡主入我李府，从此就是我李家的女主人。夫人呐，我看你这岁数也差不多了，等将来抱了孙儿，你应该好好的享受享受含饴弄孙之乐吧。还有啊，你要多花点心思放在女儿身上，替她寻一个好夫家。所以我看这管家权就交给儿媳妇吧。老爷。我可是为我们李家含辛茹苦了很多年啊！这新媳妇今日第一日进门，总不能就让我把权力交出来，这也不太合适吧？夫人，郡主是我们李府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将来还要负起我们李家钟馗之责，所以让她早点熟悉熟悉，没什么不好吧？李伯伯，郡主刚进家门，对家里还不太熟悉，现在就把管家权交给他，恐怕郡主会手忙脚乱没个头绪，不如慢慢移交，这样的话家里的下人也好适应适应新主，对不对？哦，二叔，近日春耕繁重，要不等这些事情忙完了，再让郡主继任钟馗也不迟啊。对对对，妙容灵儿说的不错。父亲，我这也刚到呢，很多事情都得从头学起，不急。对，李伯伯，我就先带着郡主啊，熟悉熟悉李府的环境。好好好，快去吧。郡主啊，就按您说的这么办。哎呦，干嘛啊？吓我一跳，把我东西都弄坏了。这什么啊？呀，他倒乖学，把册子上没有登记的古玩字画都一并送来了。好吧。何翠花，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一个蠢媳妇儿？你现在连人家郡主的嫁妆都惦记，你是不是想丢光我李家的脸呢？啊！李长青，你跟我吼什么吼啊？还不是因为你为了娶那位儿媳，耗尽了李家多少家财，你心里没数吗？你天天都说你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李家好，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你有没有想过东东的感受？我问你啊，你现在花了那么多钱，日后东东要是该嫁人，我看你拿什么钱给她添嫁妆？你不要跟我废话了，我告诉你，你把郡主的所有东西一分一毫的都全部还回去，不，要不然的话，我现在就写休书休了你。你厉害呀，李长青！我跟了你20年了，我听你说了多少遍？你再不写呀，我就要先写休书了。李伯伯，好。夫人，您这是怎么了？还说呢，还不是李长青那个杀千刀的，没事就说休了我，我看这日子是没法过了。好端端的，李伯伯为什么要休了您啊？还不是因为那个迦南郡主。我做什么了？我不过就是从他首饰盒子里挑了几件我喜欢的玩意过来赏玩，他倒好，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我容易吗？我这么做是为了谁啊？我是为了我自己吗？李伯伯他怎么会知道？那还不是他巴巴的送上来的。你看，还送了些册子上都没有的古玩字画来讨好他。他要是不乐意要，那我要还不成吗？真是。但是，如果没有这册子，李伯伯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儿呢？哎，你说的是啊。看来这迦南郡主竟有如此城府啊！妙容，快来！这刚一进家门就要给我来个下马威，我一定要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个家真正的女主人。夫人，你喝喝茶消消气儿。你想啊，李伯伯是个男人，他怎么会把心思放在这些小事儿上？迦南郡主身份高贵，从她嫁进来开始，你看看她，说过谁的半点不是？倒是您，一有什么问题，您就闹成这样，是男人都会烦的。到时候你有理也变成没理了。
是啊，苗荣，你说的对。看来日后啊，我得小心行事，否则怎么与那心机小妇对抗呢？是呀。陛下喝茶。陛下，给皇后娘娘请安。拖下去，乱棍打死！陛下救我！陛下救我！韩童心，陛下救！你要造反啊！陛下，这个贱婢魅惑君上，敢在勤政殿这样的地方勾引天子，本宫身为六宫之主，还管不得了吗？还愣着做什么？拖下去打！皇后饶命！陛下救我！还有你，陛下救我！都给我滚！陛下救我！韩童心啊，你就那么肯定，朕不敢废了你？废了我？陛下，你对我真就这么无情吗？你要的凤印，朕给你了。皇后的尊荣，属于你的一切，朕全部都已经给你了。你到底还想要什么啊？陛下，你难道看不出来我的心意吗？从头到尾，我想要的只有你对我的爱。你喜欢朕，还是喜欢朕给你的权利啊？所以你宁可找一个与江宝宁有几分神似的宫女陪在你左右，你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你喜欢江宝宁，可江宝宁喜欢你吗？她宁可选择嫁给李倩，也不嫁给你这个九五至尊。你算什么九五至尊？你！滚！给朕滚！朕不想看见你。这事可是被胡以良逼迫的。你爹是那种被人逼一逼就没有脊梁骨的人吗？我现在想的是啊，都是为了我们李府。自打郡主进入家门，我们李府势头日盛，多少羡慕嫉妒的眼睛在盯着我们李府，盼望出事儿。所以啊，我现在想，我们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做一些利民的事情。也好堵住悠悠之口啊！哎呀，那怎么又是我们李家来出这份银子啊？我现在想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李府好。可是李伯伯，之前操办喜宴，账面上的银子已经所剩无几了。若是此次活动的费用全部由李家承担，那恐怕是要变卖一部分家产才能撑住这个门面。那可不行啊！哎呀，老爷，你呀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跟你说，就这一场赛事，什么吃穿用度啊，什么杂物器皿啊，随随便便挑出一件，那都要用真金白银去买的。要说以前嘛，办个1场2场的赛事，李家也不至于伤筋动骨。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咱们家不是迎娶了一位新媳妇，这开销一下子多了那么些，那这平日过日子可不得紧衣缩食吗？娘，这不就是一场节日赛事吗？能花去多少银钱呢？父亲，
以往这秉州的大小节日都是李家出资吗？啊，有过几回。那事后百姓可念您的好。这个嘛，老百姓只知道我们李家财大气粗，诸如谦正廉明、一心为民这样的褒奖，都是那知府大人的功劳。要不是你设计我被招安，这如今我怎会总被那老狐狸算计？都是你呀！招安又是怎么回事啊？要说起招安这个事情啊，说起来话可就长了。大人，山上匪寇顽抗，一时难以攻克。我方人马在围剿时，又遇到陷阱埋伏，致数百人伤亡，剩下的将士们也被逼退至山脚，无计可施啊！增兵，继续增兵。是。怎么是你？自然是有要事找胡大人密谈了。笑话，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这前后后增兵4次，结果连个半山腰都攻不下来，很头疼吧？你们这山上物资很紧缺吧？如果是要打持久战的话，你们早晚要弃械投降的。这弃械投降又如何呢？就凭我父子2人的本事，就算今天这山头被你们占了，我们可以另找山头东山再起啊！你这大半夜的，到底要干什么？我想找胡大人谈兵买粮。当年呢，他和那个胡一良背着我唱了一段双簧，他假意被人当作人质，所以我为了保全他，才向朝廷招安的。爹，这事实也证明了，我当日所作所为实乃明智之举。占山为王固然是威风，为朝廷效力才是对我们李家更好的选择。谦哥哥所言极是，这谦哥哥有胸怀，有志向。若是一辈子待在山里，那岂不是埋没了谦哥哥的抱负？罢了罢了，以前的事情不说也罢。但是这一回我告诉你们，我们李家呀，必须得出这个钱了。老爷，老爷，行了行了，别气，这事儿啊也不是没有解决的法子。你想啊，账房虽然支不出钱，可是咱们家这位郡主那嫁妆可是极为丰厚啊。再说了，咱们现在关上门都是一家人了，出了这事儿，郡主也不好坐视不理，对吧？娘，哎，你别闹了，你怎么能打人家郡主嫁妆的主意呢？父亲，我愿意拨一份嫁妆来解燃眉之急。哎呀，这就太好了。这事儿要传出去的话，我李长青这老脸往哪儿放？就是啊，郡主本来就是下嫁，再这么下去，我们必定落人口实了。好，好，好，看看你们这父子俩，一个不乐意，一个不行的。那好啊，那你们呀就自己变卖家产充门面好了。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倒是有另外一个办法。郡主还有什么主意？说来听听啊。父亲您在秉州多年，应该对秉州那些商贾知之甚详。各州府道县呢，向来也不缺那些愿意出资做善事的乡绅富户。父亲您这样，您就根据秉州的实际情况，把那些商贾的名单给我一份，我帮您解决。可以试一试。郡主多福，快请免礼，这又不是在都城，不需要这么多规矩的。早就听闻秉州董大小姐在生意场上是一把好手，今日见到本尊，还真是名不虚传。不过是外面那些人说的玩笑话罢了。还不快把东西给我送上来！这些是果蔬，不值什么，就是图一个口味新鲜。还请郡主
不要嫌弃才是啊。这个季节应该很难吃到这么新鲜的果蔬吧？暖棚温度适中，利于果蔬生长。今年收成不错，便挨家挨户送了一些。哎，那这些果蔬容易保存吗？我想派人送点去宫里。时日一长，口感难免有所影响。不如你就做这个生意吧，到时候去都城立个店，说不定生意做好了，宫里还能吃上这些。郡主英明，我此前正有这样的想法，无奈我在皇宫里认识的人实在太少，若非小李大人从中引荐，恐怕我连郡主的面都见不到呢。如果你真的想这样做的话，我倒是可以从中帮忙的。如此，便多谢郡主了。夫君，这董珊瑚你了解多少？我与行商往来不多，但对董家大小姐还是有所耳闻。据说她3岁学珠算，7岁上柜台盘点货物，不到13岁就接管商行，如今还将这商行开到都城。这整个锦西地界啊，她的产业几乎无处不在。之前你托我给母亲买的那个净岩泥，她就是这个玉泥坊的老板。你们这锦西还真是不乏奇女子啊！我们锦西一带民风开化，从商的女子倒是不在少数。那她这般家大业大的，见过的大人物可多了，恐怕我都排不上号。你可是鼎鼎大名的迦南郡主，谁不想跟你攀攀关系啊？行了，别逗我了。我今天还不便跟他提土地蛋的事情，等下次我去他店里，再会会他吧。嗯，也好。报价，看看。去，把上个月的毛利重算一次。随便选。恭迎郡主大驾。恭迎郡主。免礼免礼，我就是路过，知道这是你的店铺，进来看看。来人，给郡主看茶。是。郡主，这边请，随便看看。我看你这店里怎么都是女儿家呀？郡主有所不知，在我们店铺里的人，有的自小流浪，有的因战乱失去了庇护之所，总不能都指望去找一个好夫家吧？不如给他们一处生计，让他们也好自己养活自己。都说从商者鄙，可是我看董小姐你德才兼备，是为百姓树立了好榜样，承蒙郡主夸赞。哎呀，我这也没什么能帮得上忙的，这以后李府但凡是需要的，你这董氏商行有的都从你这儿买，也算是我为这些个女孩做一些事情。谢郡主。将来郡主有任何地方需要帮忙的，我董珊瑚在所不辞。我这还真有一件事情，你知道月末要办土地诞辰啊？知道。哎呀，好呀！郡主啊，你可是帮我解了燃眉之急，可算是我李家的大功臣呐。父亲您客气了，李家的事情就是保您的事情。李伯伯，嗯，董氏一门以经商致富，这她虽然身为女子，做生意的手段呀，却比男子还要精明利落。想从她手中讨一些便宜，我觉得并非易事。郡主，我劝你啊，还是要小心一些，莫为了一时的利益，搭上了李家的名声。高小姐，你多虑了。董小姐呢，自然是有盘算的，可我们又何尝不是有所求呢？对于董家能够借机扩大商誉，我们李家也能借此为百姓做一件好事，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郡主所言甚是，此事办得再漂亮不过了。这位董小姐倒是个人物，这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被她处理得周周到到，井井有条的。先前还以为蹴鞠只在都城盛行，没想到在这秉州也极为盛行。郡主，你看，
赛场上的红队选手都是骏马在军中的同袍，黑队呢则是平民好手组成的队伍。夫君要是不带这么多同袍来，也没有这么多人看比赛。这董小姐嘛，再也不愿意出资了。是，骏马总是在背后默默付出，郡主啊，可得多体贴点才行。就你知道讨好，被收买了是吧？郡主，今天这场面您可还满意？董小姐费了不少心思吧？这军民同乐，一片喜气，赛事办得这么隆重，恐怕这秉州的官员百姓都得念你一声好。快别夸我，谁念我的好我都无所谓，只要郡主念我的好就够了。哎，可真是。先前还以为你能成为李家大少奶奶呢，哎呀，物是人非呀，没想到这位置给别人占了去。庄夫人折煞我了，有些话呀，不能乱说。哎，怎么不见你家那只大花孔雀呢？夫人最不耐烦参加这样的场合，提前几日便对外称病。李伯伯知道她的病情，便由她去了。我看她是没脸见人吧？自己的女儿养成那样，这外人谁不在背后唠叨两句呀？那李冬至跟我家芙蓉一般年纪，能不能嫁得出去，还真不好说啊。这是公子让我转交给郡主的，请郡主过目。阿宁，夫君且有护。这，好，起去，快点！秦客，准备一下笔墨纸砚，我给夫君回个话。是。郡主和李大人之间的感情可真好。射啊！好，贴得好，虎哥。调戏郡主，该当何罪？怕你无聊，逗你开心。小马。比赛精彩，我怎会无聊？不知胜负如何，相公可有自信取胜？接下，还得多练。兄弟们，今天把你们的看家本事都拿出来，别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郡主可说了啊！赢了比赛，重重有赏。既然全民同乐，我也下去试一试。好。
好！我很讨厌你，凡事都与我争的这副嘴脸。我从未与你抢过任何东西，我所拿到的都是我应得的。应得的？从别人手里抢来的东西，迟早要归还。如果一开始就注定不是你的，你强求也无用。兄弟们，拿出你们真正的实力，别让大伙觉得我们玄甲营没本事。接着！这靖海侯世子与郡主，太皇太后啊，曾经将迦南郡主赐婚给了靖海侯世子，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桩亲事就被搅黄了。哎呀，这李大人条件虽然不错，但跟靖海侯世子比起来，的确是差了些。难道说，迦南郡主下嫁李家，是因为在陛下那儿失了宠，所以这和靖海侯府的婚礼才取消的？庄夫人的大伯子是汪首府的得意门生，秉州地界的夫人小姐们都不敢轻易得罪。没想到这郡主啊，做事如此放荡不羁，还由着靖海侯世子做出这么惊人的行为。千哥哥，庄夫人，整个穆安国，人人都知道迦南郡主是太皇太后的命根子。你刚刚那番话，若是传到太皇太后耳中，怕是会给庄家带来横祸。庄夫人，我劝你从今往后谨言慎行，勿传是非。你说这像什么话？我不过就是在家称病了一日，他竟然闹出这么多是是非非啊！这迦南郡主就算是下嫁，也不能太不拿我们李家当回事啊！再说了，现在外面都说什么？说迦南郡主和靖海侯世子不亲不楚，眉来眼去。他自己不要名声，我们李家还要名声呢。哎呀，夫人，您消消气，都是传言而已，怎么能当真呢？这外面的人就是嫉妒咱们李家得穆圣恩，所以才这样说的。这郡主啊，身份尊贵，冰清玉洁，我相信她不会做出对不起李家的事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郡主她要真是行得正坐得直，用得着别人背后这么编排她吗？不知府里发生何事，惹得母亲如此大动肝火。郡主，您也莫怪，夫人也是听信了谣言，所以才会对您产生误解。这外面的人没事就喜欢胡说八道，他们坐在一起最大的乐趣不就是嚼舌根吗？其实啊，我和夫人是愿意相信你的。那我倒是想听听，到底什么样的传言惹得母亲对我误会至深？郡主啊，你要懂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不管你以前身份有多尊贵，现在好歹嫁进我们李家，你就得守规矩啊！怎么还能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这像话吗？夫人，您可不能侮辱我们家郡主的名声。侮辱？你们家郡主光天化日之下都收了人家定情信物了，你还在这抵赖呢？什么定情信物啊？这满大院的人都传疯了，你怎么还不承认呢？我没收什么定情信物啊。要不，去我屋里搜搜？好啊，你打的我不敢去啊。走，跟我去西跨院。夫人，您这样做，要是李伯伯和千哥哥知道了，怕是不好交代的。他们找我要交代，我找谁要交代啊？
现在我都成了大家嘴里的笑柄了，都说我们李家娶了一个不检点的祖宗回来。哎，夫人，没事儿。夫人，这……这靖海侯世子的随身玉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快些闭嘴！郡主面前胡说些什么？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这块玉佩是我从小就带在身边的护身符，就当做成婚礼物，赠与郡主。那不行，这太贵重了。郡主，秦客，郡主，哎，赵相，我与郡主的内侍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热闹了？这郡主摆放首饰的妆奁，谁允许你碰的？千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这田嬷嬷刚才从屋里搜出来了外人送给你娘子的定情信物，你还不知道呢。这枚玉佩是靖海侯世子送给我和宝宁的成亲礼，宝宁本欲拒绝，是我觉得想图个吉利，便留了下来。有什么问题吗？倒是你们，这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来污蔑郡主，郡主没有放在心上，该当是郡主的大度。母亲，你就这般错怪郡主？要是郡主仗势降罪于你，便是爹爹来求也没用啊！没有，我之所以有这样的猜测，主要是家里那些下人。这李家攀升快，树敌多，外面那些人为了打压我们，无中生有、暗度陈仓的事情没少做。母亲，您真想让这捕风捉影之事破坏掉家中的和睦吗？倩哥哥，我也是一直劝夫人稍安勿躁来着。既然今日之事已真相大白，相同的闹剧就不必再发生第二次。我们家郡主也累了，秦客，带我和郡主送夫人回去吧。是。还有，从今往后，未经宝宁的允许，任何闲杂人等，不得再跨入西跨院半步。你尝尝这个，尝尝。喝口茶。我给你表演一个，你看这个笔，这个，哎呀，再看这个啊，
你再这样，我走了。我真走啦。哎呀，夫君，你别气了，我也不知道一个玉佩能惹出这么多事端。我当时就没想着要接受那个玉佩，可是那赵笑根本不给我拒绝的机会，他塞给我他就走了。那我就想着日后我再找机会还给他，这不想着想着就忘了。我跟他真的清清白白，没有瓜葛。我信。那你还生气？我就是气，气你不早点告诉我。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我一不小心就给忘了。忘了？这倒是忘得挺好的啊。不气啦？我气。你怎么又气了？我是气我自己对你保护的不够到位，害你受委屈了。只要你相信我就够了。现在外面都在传，是咱们偷了老爷的军报。该来的到底还是来了。若是查不出军报的下落，我送你们所有的人都去吃牢饭。李伯伯，这些人在府中服侍多年，从未出过任何纰漏。您案头的军报丢失，说不定是另有原因。那若不是这帮人，还会有什么原因呢？就算这些人手脚不干净，他们要偷的也是偷金银玉器这些身外之物。斗大的字他们都不识几个，窃取军报对他们也没什么用啊。小姐说的是，我们冤枉啊！大人，我们伺候大人这些年，都是李家的家生子，怎敢做出背主之事？还请大人明察。那这些日，可有不寻常之人在府中走动？前几日，为了庆祝土地诞，郡主倒是经常出没于书房。以往府中从未丢过军报，为何这郡主一嫁进来就丢了军报了？李伯伯，这秉州城是抗击永庆国的先锋，郡主嘛，毕竟是皇室之人，这陛下又多疑。若是派亲近之人来督察各方官员，尤其是武力部署，也未可知。高小姐，有些话呢，最好斟酌一番，再决定说与不说。郡主，你怎么来了？我要是再不来，怕就要被人扣上一个偷盗之名了。郡主，我也不是要猜忌你，可是李伯伯桌案上的公文，都是一些机密文件，这无缘无故丢失了几份，万一落到敌人手中，将要酿成大祸。我寻思着，前几日你不是为了土地诞频繁走动李伯伯书房吗？所以才有了这想法。你千万不要多想啊，郡主，我没有别的意思的。父亲，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家里出了内鬼，此事必须要严查。说到内鬼，有些事情呢，确实该摆到台面上来说一说了。父亲，你是否愿意花些时间了解一下府里的近况？你这话什么意思？父亲，你可曾有想过，为何你们刚在书房说的话，人都还没走，就已经传到我耳朵里了？
马厩当差的刘大可在？在。小人在。刘大，22岁，入府5年，任马厩管事一职，负责府中马匹的洗涮和喂养。在未经主人允许的情况下，活动范围仅限门房与马厩2地。你可认同？小人认同。 4月18日，法兰寺庙会，老爷与夫人去寺中上香，未在家中。辰时一刻，未经允许入主宅，与负责洒扫的焦姓在院中笑闹，时序时长为半炷香。花房使女春泥，4月25未时1刻。郡主，宣读完毕。哎，这什么意思啊？ 秦客刚刚说的，想必父亲、母亲以及在场的各位都了然于心了。俗话说得好，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家里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小朝堂，凡事都得有个戒律。无论是马厩的差役、洒扫的婢女，还是厨房的嬷嬷，在其位谋其职，都得严格遵守府里的规矩。就拿父亲书房失窃一事来说，只要是府里的仆役， 随便谁都可以进去，那么出了问题找谁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把规矩立在那里，出了问题呢就找管事的人。这管事的一旦意识到了自身的责任，那自然会把手下管理得服服帖帖的。母亲倚重高小姐，在我进府之前呢，府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高小姐负责，各处当差的也都是高小姐一手安排。可如今这府里没有章法，秩序混乱， 随便谁都可以在主子门前进进出出的。我想问这个问题，高小姐怎么看待？这在郡主进府里之前，府中钟会可从未出现过纰漏。老爷夫人也是看重我，所以才把管事权交给我。郡主这是什么意思？您在责问我？ 那意思是也在责问老爷和夫人了。高小姐倒也不必打定了主意在我身上做文章。父亲母亲信任你，可并不代表你的失责就可以一笔带过。当然了，现在追究对错，也不如解决问题来的实在。你也知道，公文失窃不宜声张，不宜报官。可是这府衙追查下来，到时候全都是父亲的失职。 哎呀，这还了得！你们所有人都把嘴巴给我闭紧了，知不知道？今天这事谁要是敢透露出去，我就找人牙子把你们全家都给打发了。何翠花，你少说别人，我的公文在家里都能丢，你这个家怎么当的？啊！李长青，你怎么又说我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妙容读书多，妙容聪明，凡事让她多管着点。怎么了？现在出事了，郡主生要丢官了，就想起找我的责任来了。 你怎么自己不注意一点啊？那这个家是不是你？那本来就是父亲母亲，你们都别着急。要是你们相信我的话，就给我3天时间，到时候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嗯。我死里逼呀！带走，别叫了，都给我住手！干嘛呢？ 我的小祖宗啊！嬷嬷，救救老奴吧！老奴自问这些天在李家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可见他清楚一进门，别将老奴我……你这老太婆需要胡说八道、颠倒黑白。我们郡主为何抓你？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嬷嬷，快起来说话。冬至，冬至，你回来了。妙容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冬至。 这位是你的嫂嫂，迦南郡主。你就是小姑吧？我老听你哥说起你，要不我以后叫你东东。田嬷嬷是我的乳母，请问她究竟做错了何事啊？要被郡主逼上绝路？她冬至，你怎么能用这么无礼的态度跟郡主说话呢？她是郡主，就别说你哥了，连老爷夫人啊，都得对她礼让3分的。以后这郡主说什么，
做什么都得让着他，懂吗？你为了一个乳母婆子就对他大不敬，这要是被你哥知道了，定要教训你不懂礼数的。就算嫂嫂贵为郡主，也不能仗势欺人，草菅人命。小姑，你先别急着判断嘛，等真相大白了再来数落我也不迟。父亲，前些日子你托我调查的书房失窃的事情已经初见眉目，这种种证据表明，田嬷嬷的嫌疑最大。冤枉啊，老奴冤枉啊！这个田婆子在我李府已有数年，无缘无故的跑到我的书房偷什么军报啊？请客。赌坊，田嬷嬷嗜赌成性，是赌坊的常客。她身为一个下人，在府里的俸银每月不超过5两。可是您看看您手中的票据，50两、100两的比比皆是。敢问田嬷嬷，这些银子都从何而来？闻知休牧时，奴婢的确见货会到赌坊小赌2把。郡主不能因为我手气好赢了银子，便将偷窃的罪名扣在我头上。田嬷嬷，您不识字不会算数，就不要信口开河。常年赌钱的赌徒都不一定能从赌坊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全身而退。您一个内宅仆妇，就凭休牧时小赌2把，就能把您这辈子不吃不喝都攒不起的银子拿到手？您还是说实话吧。要我说呀，这田嬷嬷或许手气旺，百赌百赢也是有的。为了几张这个票据，就把田嬷嬷定为偷盗的窃贼，也未免过于武断。好歹说，她也还是东东的乳母，这么大年纪了，若传出去呢，倒叫别人说我们李家不讲情面。为了郡主的名声着想，这件事情要不就交给我处理吧。母亲，这件事情事关父亲跟李家的前程，您要因小失大吗？郡主，你认定这个田婆子是窃贼，你可否有确凿的证据？小满，去把人叫来吧。是。郡主，你认定这个田婆子是窃贼，你可否有确凿的证据？小满，去把人叫来吧。是。不是，奴婢见过老爷、夫人、郡主、小姐。你不是田嬷嬷的养女焦杏吗？在这书房奉茶的那个。正是奴婢。焦杏，将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有郡主在，你不用怕。奴婢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一人，初入府时经常被人欺负刁难。田嬷嬷怜我，她不但替我出头，教训了那些人，她还将我收作养女，处处帮衬，并许诺我以后嫁个好人家。我以为田嬷嬷是真心待我，不曾想她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我，窃取府中的财物。焦杏，我把你当女儿一般，你竟如此忘恩负义，你也不怕遭报应？闭嘴！大胆！你继续说。田嬷嬷嗜赌成性，后来赌的次数多了，便只输不赢，欠了一屁股的债。为了弥补这个窟窿，他便趁小姐不在府上，偷偷变卖了小姐房中不少值钱的物件。后来他把事情做得太过，被别人发现，就又另想出了一条出路。外面有不少人愿意花银子来收买咱们府中的情报，他便逼迫我卸去老爷书房的公文，以换零用。你胡说！若我不从，田嬷嬷就要把我嫁给他家中那个傻儿子。真是岂有此理！我李府怎会养出你这种刁奴？
除此事，可还有其他的？田嬷嬷，夫人向来对你不薄，你便是用这种方式来回报夫人对你的恩情的。哎呀，要我说呀，你可真是个没良心的！你这么大年纪了，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哎呀，赶紧给我拖下去！是，快呀！快去！起来！夫人，真是李家不幸，真是我李家不幸。要不是今天郡主查出此事，日后肯定要出大祸。妙容啊妙容，府里搞出了这么多事，你真是给我长脸！李伯伯，行了，从今天起，管家之权交由郡主接管，李府风气也该好好的整肃整肃了。郡主真是好手段呀，夺走了掌家大权，想必此刻心里一定很有成就感吧。念着你跟相公自小相伴，我不想与你生出局域，但高小姐最好适可而止，不要一次又一次践踏别人底线。郡主，你杀伐果断，威风八面，我怎么敢在你面前说个不字呢？这么快，你便在府内居于上风了。可哪天要是看我不顺眼，会不会像赶田嬷嬷一样将我赶出门呀？路是自己走的，脸面是自己正的，去留与否，就看你怎么做了。小姐，公子来了。钱哥哥，你回来啦。刚刚的事情我知道了，也听到你与我娘子的对话了。我只是没想到人后，你竟用如此的态度来对待郡主。不是这样的，钱哥哥，我一直想跟他交好来着，但是郡主她老是处处针对我，提防我。难道不是你教唆失败，恼羞成怒之下找郡主泄愤吗？我怎么敢呢，钱？我看你敢得很。钱哥哥，现在蓉儿在你眼里已经变得如此不堪了吗？或许你从前便是这样，只是我从未看清过你。钱哥哥，妙容，哭多伤身。从小到大，钱哥哥他从来没有用这种态度对待过我。他已经成亲了，有了自己想要守护的女人。不，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只是暂时被那江宝宁迷住了心窍。早晚有一天，他会知道，谁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子。这些仆役都是我按照郡主的要求精心挑选的。府里这一下子虽发卖了不少人，可是这些仆役一旦到职，只需教导半日，便能顶得上用处。找董小姐准没错，我这不也是为了在郡主面前好好表现一番吗？郡主，你好好挑一挑，挑中了哪一个，便将他们的名单记录下来。我相信董小姐的选人眼光，能送到我面前的，哪有什么不好的？刚好府里缺人，就都留下吧。好嘞。不得偷盗，不得宅内打斗，不得私自饮酒，不得聚众赌博，各守其责，不得互相推诿，奖惩有度。5年者，月俸加倍；勤奋而忠心者，10年后得脱奴籍。郡主就是郡主啊，不愧是宫里出来的。我可听说，这郡主重新制定了一套家规，还让家里的每个仆人都要背熟。哎，每隔1个月啊，还要进行考核。这考核不过呢，就打发出去，永不录用。你说他弄这些名堂，也不怕给府里添乱吗？哎，今时已经不同往日，
我李家已经不是占神为王的土匪了，这必定得制定出一套规矩来，要不然怎么震慑这府里的下人呢？哎，对了，还有你呀，怎么了？别老想着把街上的金银珠宝都往家里头搬，你瞧瞧你头上戴的这些珠宝，你就不怕把你脖子给拧歪了呀？我不怕，怎么着？我乐意，你管不着。哎，你学学人家郡主嘛，我说错什么了呀？那你瞧瞧人家管的家嘛。啊，这些人都挺合我心意。郡主请安，终于省心了。嘉南郡主，这些下人的态度未免变得也太快了吧？好歹小姐当初也是他们的半个主子呀，现如今见了面，竟然招呼也不打一声。夫人，这是这个月的折子钱，你收好。妙柔，为何比上个月还多了300两？夫人，除了您应得的那部分，剩下的是我孝敬您的。好孩子，上次呀，咱们的事情差点变得田嬷嬷连累，要不是您当机立断，不然早就败露了。咱们现在的人啊，都被江宝宁扫地出门了。这要是再被李伯伯知道，这咱们财路就断了。你别说了，自从这江宝宁接管家里的钟馗啊，这老爷待我就一天不如一天，天天的夸他聪明机智，倒说我蠢笨如猪。哎，我看这个江宝宁啊，生来就是来克我的。夫人，李伯伯和千哥哥都是男子，哪懂得什么内宅的事情？不过，现在家中亏空的厉害，夫人，您得为整个家做长远打算。眼前收的这些钱，只不过是些小利而已。妙容啊，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生财之道？夫人，您若是信得过我呀，我自有其他办法。信你，你最吉利了。把事情交给你呀，我最放心。谢夫人抬。叔父，妙容，叔父多年不管府内之事，是因为信任你，没想到你竟勾结府内奴仆私放折子钱。趁老爷还不知情，尽早收手，否则就等着被赶出府去吧。叔父，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出自私利，我都是为了李家好。我知道您现在无法理解我的苦心，您且等着，我一定会用事实证明，我才是帮助李家最大的人。妙容，你是不是因为大公子娶了郡主，放弃了你，而对郡主心生妒忌啊？叔父，妙容在你心里便是如此没有胸襟之人。您跟了李伯伯这么多年，您知道李伯伯的谋划的。千哥哥才华出众，他怎么可能在秉州这个小鱼池里待一辈子呢？叔父，请您相信我，妙容何时让您失望过呢？你要打地下钱庄的主意，林哥，只有通过地下钱庄，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林哥，我平时很少求你什么，你也知道，自从郡主主持府中钟馗之后，家里都是他的人，
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限制。再这样下去，偌大的李府都不会有我的一席之地了。叔父是个重情义的人，你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的。林哥，这按辈分来算，你才是府中长子。可现在，你却在这儿做着下人的活儿，帮着李伯伯还有堂弟管理事务。难道你真的就这样甘心寄人篱下？其实，妙容觉得，林哥，你是时候为自己的前途谋划一番了。东东，嫂嫂，怎么湿成这样了？李小姐失足落水了，这怕是平时穿过了男装，这突然换上女装啊，连路都不会走了。闭嘴！送她下去换件衣裳。是。嫂嫂，我知道，快去吧。我去跟着敦促着些。行。娘，要不我们去看戏吧？啊，对啊，你不说我还忘了。本郡主等半天，一句解释跟道歉都没有吗？郡主，您这话何意呀？庄夫人，你是想让我把园子里所有人都叫来，一个个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到时候有什么闺阁中的女子骄横跋扈这样的话传出去，有辱了庄小姐清誉，二位莫见怪。郡主，这又何必呢？这两个未出阁的小姑娘玩闹罢了。再说了，这吵架嘛，双方都有些责任的。这传出去，也不止我家芙蓉一人名誉受损呐。庄夫人，我夫家满门忠烈，向来最不屑的就是阴险之事。谁敢招惹我小姑，我第一个饶不了他。但你家姑娘这秉性，你能拍着胸脯保证吗？这娘，都说子不教父之过，你今天当着犯错女儿的面，抢词辩解那生死之事，只是女孩子之间的吵吵闹闹。她今日如此行事，日后去了婆家，岂不是更不把长辈放在眼里吗？庄小姐，你如今可知道错在哪儿了？我没有错，我把李东志推河里怎么了？我不过是调侃他几句，他就把我比作歌姬。还有你别以为你是郡主你就了不起，我还不信你！啊！跪下！你做错了事，郡主教训的是，你还敢跟郡主顶嘴？今儿你就在这儿给郡主好好磕头认错，过一会儿再去求得李小姐的原谅。郡主，我错了。你是蚊子啊！大声点！郡主，我错了。郡主，这您应该消气了吧？今天你得罪我的，我可免了你。可我那小姑受惊，我可做不得主。我这就去给李大小姐道歉。就那白的。
听说今天有人在董府，因为冬至落水一事，教训了庄家小姐。他欺负我小姑子，那就是跟咱们李家过不去，我可容不得他。我们家郡主啊，真威风。你这香囊怎么破成这样了？在军中操练的时候不小心划破了，没事。那你磨破了怎么不换一个？这可是你送我的，我可舍不得换。重新给你做一个好了，但是我女工不好，你别嫌丑。这个可是你送给我的，全天下就独一份儿，我舍不得换。哎呀，怎么回事啊，郡主？我这心里就七上八下的，总觉得有什么坏事要发生。你天天捧着个绣绷子在这做女工，劳累过度才会忧思难安。放心吧，不会有事的。但愿如此吧。都麻利着点儿！穆安国的援兵马上就要到了，没死的给我补上一刀，兵器全部带走。这片已经清理过了，没有活口。爹，慢点，慢点。什么情况？金大人晚去一步。啊！宣贾莹，宣贾莹怎么了？怎么样？啊！全军覆没了。哎，你说什么？全军覆没？李谦武艺高强，一定不会有事的。老爷、夫人、郡主，有位叫云林的将军说有要事禀报。老爷，快有请。李大人，云林，你是玄甲营的，玄甲营没有全军覆没，李谦还活着，对吧？战后，永庆国人为了不留活口，对每个穆安人还要再刺上一刀。末将只是侥幸留得一命。不过李提举和赵留守，末将找遍了战场，也没有他们的尸体，他们也没有回到军营。没有尸体，谦哥哥就没有死。云林大哥，我求求你带我去找谦哥哥吧。咱们多点人手，把战场每一个角落都翻遍，一定可以找到他的。末将前来，正有此意。李伯伯，你听到了吗？说不定谦哥哥现在正等着我们去救他。李伯伯，你给蓉儿多派些人手吧。蓉儿保证，蓉儿一定会带着谦哥哥平安回来的。好。父亲，以李谦的性子，他一定不会在战场坐以待毙。既然云将军没有找到他，说明他已经离开了战场。这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说不定他已经去了永庆国云阳那边了。咱们去那儿找找。郡主果然与众不同。去云阳城，郡主遇事冷静镇定。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郡主，您从小出生在皇宫，你不管谦哥哥的死活，你让我们怎么办？谦哥哥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战场，理应去战场寻人。云阳是永庆国的都城，好端端的谦哥哥怎么会跑到云阳？李谦是我丈夫，我了解他，相信他。为今之计是赶快找到他。要是哭有用，我就天天在家哭。
郡主既然也想找回千哥哥，那为何把方向引往云阳？郡主要是错过最佳时期，耽误了我们救他的时间，万一千哥哥有个三长两短。这样，妙容啊，现在你就随云林去找李谦，我马上派人给你。谢李伯伯，蓉儿保证，蓉儿一定平安把千哥哥带回来。走，告辞。哎，郡主啊，就让妙容他们去办就好了。我的儿子从小骨子就硬，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死的。